断食是一种特别的饮食模式，近年来因其潜在的健康益处而备受关注。它涉及在一定的时间内限制或完全停止进食，但这些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健康状况、断食方式和持续时间。尽管近年来研究主要集中在体重管理、代谢健康和心血管健康方面，但断食对女性生殖系统，包括子宫，可能也存在一些潜在的好处。首先来看看子宫的功能有哪些。子宫是女性生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器官，具有多种功能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孕育和支持胎儿发育。子宫是孕育和支持胎儿发育的关键器官。当受精卵成功着床在子宫内壁时，子宫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，为胎儿的生长和发育提供所需的营养和氧气。第二，调节月经周期。子宫内膜每个月都会在月经周期中发生变化。如果没有怀孕，子宫内膜会在月经期间脱落，然后再生，为下一个月的受精卵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。这个过程被称为月经周期。第三，分娩功能。子宫在分娩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，它的肌肉层会在分娩过程中强烈收缩，推动胎儿通过阴道，最终将胎儿从母体中排出。第四，支持盆腔器官。子宫位于盆腔中，通过支撑和保护周围的器官，如膀胱和直肠，起到支撑的作用。第五，激素调节。子宫还参与了激素的调节，特别是与生育和月经周期有关的激素，如雌激素和孕激素。这些激素对子宫的生长、发育和周期性变化起着关键作用。那么子宫会发生哪一种病变呢？子宫的病变可以包括多种类型，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子宫病变。第一，子宫肌瘤。子宫肌瘤是子宫内壁或肌层上的良性肿瘤，是最常见的子宫肿瘤类型，一般认为与激素水平或遗传因素有关。大多数肌瘤是无症状的，但有些可能会引起月经不规律、疼痛、压迫感或不孕。第二，子宫内膜异位症。这是由于子宫内膜组织生长在子宫外的其他部位，如卵巢、输卵管等，这可能导致严重的经痛、不孕和盆腔疼痛。第三，子宫内膜增生。这是子宫内膜过度增生的一种情况，可能由于激素失调引起，如果不加以治疗，可能会发展为子宫内膜癌。第四，子宫内膜癌。这是子宫内膜细胞发生的癌变，是最常见的子宫恶性肿瘤，主要症状是异常子宫出血，尤其是绝经后的出血。第五，子宫颈癌。发生在子宫颈，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引起，常通过宫颈筛查进行早期发现。第六，子宫脱垂。子宫脱垂是由于支持子宫的肌肉和韧带松弛或损伤，导致子宫下移甚至脱出阴道口。这种病变常见于多次分娩后的女性。第七，子宫感染，如盆腔炎症性疾病，通常由性病感染引起，可影响子宫、输卵管和卵巢，导致慢性疼痛和不孕。那么断食对子宫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体重管理。断食有助于控制体重，减少肥胖对子宫健康的不利影响。过重或肥胖可能会增加患子宫内膜异位症、子宫内膜增生、子宫内膜癌、子宫肌瘤、多囊卵巢综合症和不孕症等问题的风险。通过减轻体重，断食可能有助于改善这些问题。第二，炎症控制。研究表明，断食有助于减少慢性炎症，而慢性炎症与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肌瘤等一些子宫疾病有关。减少炎症可能有助于预防和缓解这些疾病。第三，代谢健康。断食可以帮助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有助于调节血糖水平。高血糖和胰岛素抵抗可能会引起多囊卵巢综合症 PCOS， 而 PCOS 则与子宫内膜增生和子宫内膜癌相关。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断食可能有助于改善这些问题。
第四，调节激素平衡。断食有助于调节体内的荷尔蒙水平，包括胰岛素和雌激素。荷尔蒙平衡对子宫健康至关重要。荷尔蒙失调可能会导致月经周期紊乱、子宫内膜增生、子宫肌瘤和多囊卵巢综合症等问题。通过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断食能间接影响雌激素水平，从而有助于维持子宫健康。第五，细胞清除和自我修复。断食可以促进细胞自食的过程，这是细胞内部清除和修复受损分子的一种机制，这能有助于维护身体各个器官的健康，包括子宫。尤其细胞自食可以减少细胞中的有害物质及异常细胞的累积，有助于预防和子宫相关的癌症，比如子宫内膜癌，因为它可以清除可能导致癌变的细胞。那么子宫病变是如何引起的呢？子宫病变的发生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，涉及遗传、环境、生活方式以及感染等方面。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引起子宫病变的原因。第一，激素失调。子宫内膜的生长由雌激素和孕激素调节，激素失调可能导致子宫内膜增生和其他病变。第二，感染。人类乳头瘤病毒 HPV 感染是引起子宫颈癌的主要原因，而性病感染则会引起子宫内膜炎和盆腔炎。第三，遗传因素。某些子宫病变，如子宫内膜癌和子宫肌瘤的发病，会受到家族史的影响。还有基因突变，比如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，不仅与乳腺癌和卵巢癌相关，也可能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。第四，生活方式。不当的饮食会导致肥胖，而肥胖及过多的脂肪组织会产生过量的雌激素，导致荷尔蒙失调，是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增生的风险因素。吸烟和饮酒等不良习惯也可能增加某些子宫病变的风险。第五，免疫系统问题。如果免疫功能低下或有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如系统性红斑狼疮，可能会增加感染的风险，从而导致子宫内膜炎等病变。第六，避孕和激素替代疗法。长期使用高剂量雌激素的避孕药或激素替代疗法，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病变的风险。那么，应该要如何促进子宫健康呢？促进子宫健康可以通过多种方法，包括健康的生活方式、定期体检、饮食调理以及避免某些有害习惯。以下是一些具体的建议。第一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比如保持健康体重以及规律运动。定期锻炼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保持激素平衡，能减少子宫相关疾病的风险。第二，饮食调理，摄入富含纤维的饮食，多吃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物和豆类，这些食物富含纤维，可以帮助调节荷尔蒙水平。还有就是适量摄入脂肪，选择健康的脂肪来源，如鱼类、坚果、种子和橄榄油，避免摄入过多的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。还有就是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摄入富含维生素 C、E、D 和钙、铁、镁的食物，如柑橘类水果、坚果、乳制品和绿色蔬菜，有助于子宫健康。还有就是多喝水，保持身体充足的水分，有助于排毒，促进新陈代谢。第三，定期体检和及时治疗。定期进行妇科检查，包括盆腔检查和宫颈图片检查，有助于早期发现和预防子宫相关疾病。如果出现异常出血、疼痛或其他异常症状，应及时就医，早期诊断和治疗子宫相关的疾病。第四，避免有害习惯，比如戒烟和限制饮酒，有助于子宫健康。还有就是实践安全性行为，使用安全套，减少性伴侣数量，定期进行性病筛查，有助于预防感染，减少子宫病变的风险。第五，管理压力，通过瑜伽、冥想、
深呼吸等方式来管理和减轻压力，因为长期压力可能影响荷尔蒙平衡，增加子宫相关的疾病风险。第六，药物和避孕，在医生的指导下，有效使用避孕药及更年期技术替代疗法，以避免对子宫健康的不利影响。通过以上多方面的措施，可以有效促进子宫健康，预防子宫相关疾病的发生。总的来说，断食对子宫健康有相当积极的影响，配合均衡饮食、充足的水分摄入、适度的锻炼、充足的睡眠，有效的缓解精神压力和定期的健康检查，效果会更好。不过，尽管断食有很多潜在的益处，但开始断食前要持谨慎态度，特别是有慢性疾病、严重疾病或其他健康问题的朋友，在考虑断食之前，应咨询医生，并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，慢慢增加空腹时间，让身体适应。详细的断食方法可以参考这个视频。